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真正拉开差距的，从来不是一时的输赢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。有人天天努力，却越走越窄；有人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却总能踩中关键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高手赢的不是力气，而是判断；不是他比你更拼，而是他比你更早看懂了局。刘邦打仗，很多时候打不过项羽，正面硬拼，他常常吃亏。可最后坐上天下的人却是刘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边有一个人叫张良。刘邦曾评价张良说，他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仗还没打，结局已经在他心里推演过了，路还没走，成败已经被他提前算过了。那张良凭什么有这种眼光？他真的天生就比别人聪明吗？不一定。传说真正改变张良命运的是一本只有132句话的古书。这本书没有《道德经》那么出名，也没有《孙子兵法》那么响亮，可他讲的东西却直指人性、权力、选择、成败，它就是素书。大家好，我是太虚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一本文绉绉的古籍，而是一套普通人也能用的破局方法。素书的素可以理解成朴素、纯净、本质，它不像很多书一样绕来绕去，它更像一把刀，刀切在人性的根儿上。关于它的来历，更是带着一点神秘色彩。张良年轻时曾经刺杀秦始皇，结果没有成功，还被追捕。为了躲避风头，他来到下邳，也就是在这里，他遇见了一个神秘老人。这个老人就是黄石公。黄石公是什么人？没有清晰的生卒年，没有完整的履历，像是从历史缝隙里走出来的人。有人说他是隐士，有人说他是奇人，还有人说他最后化成了一块黄色的石头。听起来很玄，但历史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越是关键的人物，越像云雾。史记里记载，黄石公曾经故意把鞋丢到桥下，让张良去捡。张良忍住脾气，弯腰去捡，老人又让他穿上，张良还是照做。几次试探之后，黄石公才认定这个年轻人可教。于是他把一本书交给张良，并留下一句话：读懂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。你想想这句话有多重？不是做将军，不是做谋士，是做帝王的老师。后来张良辅佐刘邦灭秦败楚，定天下。很多人只看见刘邦登顶，却忘了背后那个替他判断方向的人。而素书讲的正是方向。那这本书到底厉害在哪里？它不是教你算命，也不是教你投机，它教的是看清规律，看清人心，看清一件事从哪里起，又会走向哪里。第一层叫看懂底层规则。素书开篇讲了5个字：道德仁义礼。很多人一听就觉得老套，好像又是在劝人做好人。其实不是，这里面藏的是一个人成事的底层系统。什么是道？道就是规律。太阳东升西落是规律，春种秋收是规律。你长期熬夜，身体会垮，也是规律。你欠债不还，信誉会坏，也是规律。规律不跟你吵架，它只负责兑现结果。什么是德？德不是嘴上说我人品好，德是你顺着规律做事之后，身上自然长出来的力量。比如一个人长期守信，刚开始没人觉得多厉害，可10年之后，大家都愿意把事交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信用变成了资产，这就是德。什么是仁？仁不是软弱，仁是能容人，能理解人，能站在别人角度看问题。一个老板只会压榨员工，短期能省钱，长期一定没人真心跟他。一个朋友只想占便宜，短期能得利，长期一定被人远离。仁不是圣母心，仁是关系里的长期主义。什么是义？义就是公认的边界。我们拿扶老人举例，看到老人摔倒，扶不扶？从道义上讲，扶是对的。可如果扶了之后被人讹上，那是谁的问题？是对方不义。很多人因此说，那我以后都不扶了。可问题是，
当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只算自己的小账，最后所有人都会活在冷漠里。所以义不是让你傻，义是让你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边界该守，什么是礼。礼不是繁文缜节，礼是行为的分寸。你去别人家做客，不能乱翻东西；你跟人合作，不能说话不算数；你有脾气，也不能随便伤人。礼就是把欲望关进笼子里，一个人没有礼，就容易失控；一个团队没有礼，就容易乱套；一个社会没有礼，就会彼此伤害。所以道德仁义礼看起来像5个古字，其实是5套人生刹车系统。没有它们，人会跑偏，跑偏一次可能没事儿，跑偏久了命运就会换方向。第2层叫做对的选择，不一定舒服。素书最狠的地方是他告诉你，真正成大事的人不是永远顺着情绪走的人。我们普通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不懂道理，是懂了也做不到。明知道熬夜伤身，还是刷手机；明知道拖延误事，还是先玩一下；明知道这个人不靠谱，还是舍不得关系；明知道贪小便宜会吃大亏，还是忍不住伸手。为什么？因为错误的选择往往很舒服，正确的选择往往很难受。比如读书，小时候不读，轻松；长大之后发现选择少了，才开始后悔。比如存钱，花钱的时候很爽，遇到危机的时候才知道没底气。比如交朋友，跟会吹捧你的人在一起很舒服，跟敢提醒你的人在一起很刺耳。可真正能救你的往往是后者。所以素书一直在讲一个东西，叫因果，不是迷信的因果，是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。你今天偷的懒会变成明天的难，你今天占的便宜会变成未来的坑，你今天忍住的欲望会变成以后的底气。高手为什么看起来会算？因为他不是算命，他是在看因果。第3层叫做善良要带脑子。很多人误会古书，以为古人只会劝人善良。其实素书不是让你做一个任人拿捏的好人，它更强调做一个聪明的善人。什么叫聪明的善人？就是心里有善意，手里有边界，愿意帮人但不被人拖下水，愿意信任但不把底牌全交出去，愿意吃亏但不长期被人消耗。比如一个同事总让你帮忙，1次2次可以，每次都找你，功劳却不提你，那你就要警觉，你继续忍不叫善良，那叫没有原则。比如一个朋友总借钱，说得很可怜，可每次都不还，你继续借不叫仗义，那叫纵容。真正的仁义不是把自己赔进去，真正的仁义是在不毁掉自己的前提下给别人一条路。所以素书才会强调远离世欲，少惹是非，谨慎说话，结交正直的人，找准自己的位置。听起来普通，其实很难，因为人最难战胜的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的冲动。嘴上忍不住，就会招祸；欲望收不住，就会破财；位置看不清，就会越界；朋友选错了，就会被带偏。你看，人生很多灾难不是突然来的，它早就藏在你的习惯里。第4层叫做谋局，而不是赌气。素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做事之前要先看全局，没有谋划就行动，很容易被人牵着走。你看楚汉争霸，项羽猛不猛？很猛。打仗强不强？很强。可他常常只看眼前的胜负。刘邦呢，经常输，经常狼狈，可他能用人，能听劝，能退，能忍，能把一时的输换成最后的赢，这就叫谋局。我们普通人也一样，很多人一受委屈就立刻翻脸，一被刺激就马上辞职，一看到别人赚钱就立刻跟风。结果呢，翻脸之后关系断了，辞职之后存款没了，跟风之后钱亏了。不是你不能行动，是行动之前要问3句话。第一，这件事的代价是什么？第二，3个月后会怎样？第三，3年后会怎样？很多选择只要把时间拉长，答案就变了。眼前舒服的事儿，长期可能是坑；眼前难受的事儿，长期可能是路。
所谓运筹帷幄，不是坐在那里装深沉，是你能把结果往后推几步，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后果，你能忍住别人忍不住的情绪，你能在热闹里保持清醒。第5层叫做规矩，必须合乎人性。素书讲规矩，也讲人心。一个规矩如果违背常理，就算写得再漂亮，也执行不下去。比如公司定制度，只要求员工加班，却不给合理回报，短期有人忍，长期一定离心。比如家庭里，父母只要求孩子听话，却从不尊重孩子，短期孩子会怕，长期孩子会远。比如一个人对自己很宽，对别人很严，自己迟到可以，别人迟到不行，自己犯错有理由，别人犯错就是不行。这样的人最后一定没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你可以一时压住别人，压不住一辈子。你可以用位置让别人闭嘴，却不能让别人真心服你。所以管理也好，做人也好，关键不在于你多强势，而在于你的规则能不能让人认可。真正厉害的人不靠厚，靠公道，靠稳定，靠让人看见跟着你有未来。第6层叫做居安思危。很多人最容易在什么时候摔跤？不是低谷，是刚有起色的时候，没钱的时候，人会谨慎；有点钱了，开始飘；没人捧的时候，人会努力；有人吹了，开始膨胀；没资源的时候，人会求实；有资源了，开始乱投。古人说，担心危险的人反而容易安全，害怕灭亡的人反而容易活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大意。山太陡容易崩，水太满容易溢，树太高容易招风，人太满容易出事。你看很多失败都不是败在没有能力，而是败在失去敬畏。赚了一点钱，就以为自己懂商业，做成一件事儿就以为自己懂天下，被几个人追捧，就以为自己真成了人物。可规律从来不会因为你得意就放过你。越是顺的时候，越要检查风险；越是赢的时候，越要想退路；越是被人捧的时候，越要问自己，我到底凭什么？这才是素书真正高级的地方。它不是教你一招制胜，它是教你别死在自己的盲区里。那素书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用？说现实一点，它不会直接告诉你怎么一夜暴富，也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，更不会让你马上逆天改命。可它能帮你建立一个判断系统。你想赚钱就要看规律，行业是不是顺势，自己有没有能力，合作的人靠不靠谱，风险能不能承受。你想改变命运就要看选择。你每天把时间花在哪里？你身边的人是在托举你，还是在消耗你？你做的事儿是在积累能力，还是在满足情绪？你想处理关系，就要看人心。别人为什么愿意帮你？为什么愿意信你？为什么愿意跟你走？很多问题表面看是钱的问题，深处看是选择的问题，再往深处看是认知的问题。一个人没钱可以慢慢赚，一个人判断错了就会反复掉坑，一个人欲望太重就会被诱惑牵走，一个人没有边界就会被关系消耗，一个人没有长远眼光就会被眼前利益套牢。所以真正的高手不是每天忙得要命的人，而是边做边想的人。不是想太多不行动，也不是行动太快不思考，而是在行动中修正，在选择中积累，在变化中找规律。刘邦能赢，不是因为他每一场都赢，恰恰相反，他输过很多次。可他懂得用人，懂得退让，懂得抓大事，懂得把一时的失败变成最后的胜利。这就是素书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。成败不是单点爆发，成败是长期选择的总和。你今天怎么说话，决定别人怎么评价你；你今天怎么花钱，决定未来有没有底气；你今天怎么交友，决定身边是贵人还是麻烦；你今天怎么面对欲望，决定以后是自由还是被困。所谓天机，其实没有那么玄，它就是一句话：万事发生必有其理。所有结果背后都有原因，所有命运背后都有路径。你看懂路径，就不会只抱怨结果；你看懂规律，就不会只相信运气；你看懂人性，
就不会轻易被人牵着走。素书只有132句话，却像一张人生地图，它不替你走路，但它提醒你哪里是坑，哪里是路，哪里该进，哪里该退。最后，我想把这本书总结成4个字：顺势修身。顺势是看清外部规律，修身是管住内部欲望。只顺势不修身，人会投机；只修身不顺势，人会困在原地。两者合在一起，才是真正的运筹帷幄。今天的问题留给大家：你觉得一个普通人想改变命运，最先应该改变什么？是选择，是欲望，是圈子，还是认知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。如果大家还想继续了解素书里的帝王心法、人性规律和现代破局方法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继续做下一期。记得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太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